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你知道吗？新庄公司5年内的存活率只有1%，那普通人是不是就只能一辈子为富人打工呢？今天我将会在这个影片告诉你普通人怎么逆天改命。如果你不是富二代，但你又想往上流，成为富人，你一定要把我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在最后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、很关键的心法，让你知道怎么这一道成功率变成富人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分享我认为最关键能帮助我成功创业、投资、理财的一些道语术。如果你对这些都有兴趣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个小铃铛。如果你听完以后有所领悟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赞。好了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，那么你必须要去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你的起步点已经比那些富二代低了。以前我们常听说富不过3代，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了？富人只会越来越富，那么穷人虽然比以前也有钱了，但全世界的贫富悬殊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。所以你要发财，你肯定要先理解贫富悬殊的原理，去理解时代的发展。我拿中国大陆当例子好了，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其实就算你随便去开个餐厅、工厂，很多人都能开到身价过亿。那时候只要你肯努力的去干活，没什么学历的人都能够发财的，因为他们是顺着创业时代的趋势去走的。那时候只要你出来创业，就能赚到钱了。但是随着时代意志的改变，人越来越聪明，传统的商业模式慢慢的就被淘汰了。透过创业赚钱也越来越难，因为你想到赚钱的点子在市场上已经饱和了。而以前开餐厅、开工厂的那些暴发户，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他们的思想也比较固执，他们不愿意顺着趋势去改变，也希望他们的儿女跟着他们的思维去走。他们要求他们的儿女继承父业，结果一代比一代混得差，渐的就被市场淘汰了。富不过3代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后来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鼎盛时期，人们就懂得怎么样去用杠杆去生钱了，透过投资房地产、股票去获得被动收入。那时候能赚钱的都是需要靠智慧的，而那些人因为知道知识的重要，所以他们才会让儿女去学习知识，送他们去留学，去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文化，所以他们的儿女脑袋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因此他们一代比一代聪明，而资产也一天比一天多。而现在呢，我们这些90后、00后的孩子，如果你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你想要往上爬是很困难的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讯息发达，随便在手机点几下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知道天下的事情了。而且人均的学历也提高了，当所有人都有基本的知识、文化的时候，赚钱的点子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在你起步点比别人低，而你还不愿意去改变、去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只会原地踏步了。现在我就告诉你怎么改变，你耐心的听。你要明白，地位不平等、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人的智力不平等不一样，所以智力就是我们要改变的关键。而智力是由遗传和环境造成的，遗传基因我们没法控制，管不了，没有办法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管这个遗传了，因为你想管也没有用，医学手段目前还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。有一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，你们听听。大家知道鼎鼎大名的李斯在做秦国丞相之前，其实是在楚国做看守粮仓的小文书吗？这是一个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的职位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上班的时间遛狗，牵着自家养的一条黄色的土狗，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到野外追逐野兔。当时的李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房子不大，但已经足够生活了，工资不高，但尚算衣食无忧。
然而，一件偶然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一天，李斯同学忽然内急，他捧着肚子，弯腰夹腿，直奔着茅厕而去。茅厕里的几只老鼠正吃着粪便，见有人来，吓得惊慌而逃。李斯同学无暇多想，先畅快淋漓地解决内急的问题。在他边系裤带边往回走的时候，就被看起厕所中那几只惊恐的老鼠来，它们只不过就是想吃点根本没有人想要吃的东西罢了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需求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那么的艰难。只要有人来，他们就得吓得四处逃跑，哪怕是来一条狗，也要让他们心慌好久。运气不好的，还会掉到粪池里面丧命。而刚好李斯是管理粮仓的，他想到粮仓里的老鼠吃的都是上好的米麦，都住在大大的粮仓里，人来了也不怕，随便往粮仓里面哪一个洞一钻，也从来不会有性命之忧的。他就纳闷了，同样是老鼠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？他决定将厕所的老鼠和粮仓的老鼠的贫富差距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。为此，他做了一个实验。实验很简单，他把仓鼠抓住关在厕所里，再把厕鼠抓住关在粮仓里。3天之后，他来检查实验的成果。曾经的仓鼠现在也变成了吃不饱，见到人就惊恐妄状的状态。曾经的厕鼠现在则吃得好，见到人也不怕了。此情此景，李斯不由百感交集，说出了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第一个台词：人之贤，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。李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处在所居，人固则地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后，李斯同学再审视一下自己的处境，自己是在粮仓中当老鼠，还是厕所里当老鼠了？天下何处是我的粮仓？咸阳，唯有情之咸阳才是天下最大的粮仓，那就朝着咸阳出发吧。鼠如此，人更如此。你所选择的环境决定了你一生是否有所成就。一样的道理，乞丐和企业家的观念不同，想法不同，仅仅是因为乞丐和企业家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环境不同所造成的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把一个乞丐放到企业家的位置上，一开始那个乞丐可能什么都不懂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，但不需要多久，比如10年、8年，这个乞丐就会被企业家的环境训练成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了。你听懂了吗？这就是王思聪他爸爸王健林为什么给儿子5个亿，让他去犯错、累积经验的原因了。因为有了5个亿，就是富豪了。王健林给王思聪5个亿，这意味着他给自己的儿子创造了一个富豪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。在这个富豪的环境中，即便王思聪一开始没有经验，亏损一点钱也是没有关系，无所谓的。他迟早会被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富豪的。不同的社会阶层，他接受的环境信息是不同的。举个例子，马云每天上班遇到的事情，跟清洁工每天上班遇到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。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你会遇到的事情和问题，最终训练了不同的素质的人。所以，我们的工作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前途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做体力活的原因。因为体力工作本身不太需要去思考，虽然可以训练到肌肉，但是人的智力很难有所提升的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每个人只是被环境信息刺激的产物，而每个人的意识和观念都是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产生的。所以你现在理解吗？一个人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，因为你的观念只是环境的产物。当你改变你的环境的时候，你的观点自然也会改变的。人一辈子没有出息，往往是因为他们在穷人的环境长大，他们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赚大钱，他们的水平自然也只能到那个层次了。所以听到这里，其实你不是富人根本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想要成功，你必须要记着一个心法：如果你的命不好，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命好的人，和他交朋友，跟着他们，你的命就会好了。你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心法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朋友的水平是跟你一样吗？
如果你在读书，你的同学跟你的水平是不会差得很远的；如果你在工作，你的同事跟你的水平也不会差得很远的。我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但我很小就认识比我大的朋友了。有的是我打球认识的，有的是我参加交流活动认识的。幸运的是，我最要好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都是自己开企业的，所以我很小就有创业这个观念了。随着年纪的长大，我慢慢的发现，同年纪的朋友，他们的思想、价值观都跟我相差得太远了。我不一定比他们聪明，但肯定的是，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比他们深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能去认识比你牛、比你成功的朋友，你才有机会逆天改命。就像马云有他的18罗汉和蔡崇庆一样，而这些成功的人都是在环境好的地方，所以你必须要去那些富有的地方办公、居住、娱乐。一生中选择与谁合作，怎么合作，需要技巧和方法。见高人不交，见高师不拜，人生遗憾也多。要想自己命好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命好的人，和他交朋友，加入他从事的事业。同流才能交流，交流才能交心，交心才能交易，交易才会改变命运。人脉就是钱脉，关系就是实力。看一个人的实力，就看他周围的关系；看他关系好不好，就看他住在什么小区；看他在哪个办公室里办公，就知道了。万丈壶酒，3杯酒，先出大业一壶茶。这壶茶该跟谁喝？这杯酒该让谁喝呢？跟着领导混，当官是迟早的事情；跟着富翁混，发财是迟早的事情。进入老板的圈子，慢慢自己也会变成老板的；如果进入穷人的圈子，慢慢自己也会变成穷人的。但如果你确实交不到这样的朋友，我很愿意去当你的朋友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顺便点个赞。我以后的影片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点子，还有如果你希望你的同伴跟你一起提升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分享我的影片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互相的去学习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